那个死亡竞走大概讲的是个啥故事啊？就是讲这个国家有一个每年一次的这种惯例吧，然后应该是自愿报名，他们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这样一直步行，比如说50个人，然后一直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能够停下来，然后一直走到剩最后一个人为止，然后所有中途的淘汰的人都要被枪杀掉，最后50个人只能活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最后这个人胜出者会得到就是实现愿望啊、金钱啊这些东西，然后各怀自己的理由的人来参加嘛，然后肯定就是很惨烈嘛，对吧？有的是，哎呀，就是崴脚了的呀，抽筋了的呀，跟不上了的呀，然后而且你想想，他是不分昼夜的在走，是不可以停下来休息的。那如果走慢的话，没关系吧？我可以慢慢走慢了也会被枪杀掉，因为他们有一个车在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跟着你们，所有掉队的都会被杀掉。睡觉也不可以，就是你就是一直走，走到最后剩一个人为止，就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那你这个社会其实现在也是这样运作的，就是强者最后能胜出，能获得一切，那么弱者的话就是。对吧？可能你连生存的这种资格都没有吧？是，虽然社会还没有可怕到这个程度啊，他其实作者就是在表达这种东西。哇，那最后你说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他们俩最后剩下来，然后有一个哥们儿他想把那个司令给杀掉，是白人想杀掉司令，因为那个。他是他的杀父仇人，最后白人本来应该是胜出的，然后他想成全那个黑人，然后怎么样？他俩互相成全嘛，最后黑人胜出了，然后黑人胜出了之后，他本来是挺仁慈的一个人，然后他最后觉得他的好朋友被杀掉了，他这里面表达了很多灵性的东西，就比如说，人生的意义啊，然后活在当下这些东西，然后最后黑人就是觉得他这个愤怒难以这种平复吧，然后他还是替他那个好朋友完成了他的心愿，杀掉了那个暴君，是这样，他等于也是毁掉了自己，就是讲人性的，其实也是就是一个高概念的电影嘛，就是设定这样一个游戏规则，就跟那个饥饿站台差不多吧，就是也是影射社会嘛，上层的人吃剩下的完再给下层的人嘛，就是人性的这个恶，它有10000种表达方式。对。所以就是《三体》那一部剧，或者那本书吧，他讲的也是类似的，就是女主角叶文洁，她在文革的时候，就是看透了各种背叛啊，然后父亲被红卫兵打死，然后自己又被流放。我这一次我只简短的聊一下，相当于为后来做一个小小的铺垫嘛。对，后来他就有一个机缘巧合，因为他是。就是如果世界宇宙是神创造的，那么神他不是仁慈的，那么恰恰因为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它并不是神的作品，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神可以去依靠啊，或者说回归的。就是造地球的那个人，他跟神又有什么关系呢？地球是谁造的？我确实是不知道，这个你得问你有。就是我只知道这个地球吧，它是一个不太先进的一个文明，一个阶段，它是第3密度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住所。我只知道这些，就是按太上天书来讲的话，地球是一个沙漠的中心。我特别想为就是所有自杀的人说一句话，我觉得他们不是想不开，他们是想开了。我听说那个自杀，它对于灵性的那个就灵魂的修炼升级是会有极大的折损。有可能因为自杀没有用，就相当于咱俩在打牌，然后我玩着玩着我把牌扔了，我不打了，掀桌子了。对，潜意识里的罪就是奇迹课程最核心的一个教导吧，或者说他直接的把这个
生命提升的障碍已经给它拿出来了，去让我们直面它，然后如果能把它化解掉的话，实际上人生的功课就完成了，人生的意义就达成了。地球这个课程，这个教室的毕业条件甚至都不是地球，是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个课本全部学完了，就相当于就直接就毕业了，不是从地球毕业了，是从宇宙毕业了。当然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太悬了啊，就是哪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天下。其实你去上网去查，很多人修奇迹课程，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疗效，比如说就是治好了抑郁症啊，然后更快乐了呀，放下了很多执念。哎，对对对，就是它会提升你的感受。然后我的感受，之前我也分享过，就我以前真的是在学习奇迹课程之前吧，是那种真的是，我再分享一点，就是我学习奇迹课程这么多年的话，我觉得我对未来的焦虑减少了一半以上。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正好是疫情封城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封城的时候，我一个人到海边，就是都柏林港口的海边的有一个灯塔那边去散步嘛。因为夏天的时候，它这个纬度高的国家，通常到了8、9点钟才日落，所以那个时候是7、8点的时候还是很亮的嘛。我就走到了那个就是海边靠近沙滩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就是有一艘那个就是像游轮一样的，它是要经过爱尔兰海开到英国去的那种客轮吧，往那边开过，然后开过那一瞬间，就是你可以看到很有层次感，就是远景的话是那种特别美的云彩，在海上头的那种就是橘黄色的那种云朵。然后呢，再有一艘特别美的，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很大的一艘巨轮，然后近处的话就是美丽的鲜花，就是五颜六色的嘛。然后它在那种晚霞的那个光芒之下，我就感受到了。我觉得那我那一段时间正好是抑郁症嘛，我就是那么美的画面，就是至少把我抑郁症治愈了60%、70%了。我就能看到这么美的画面，那个人间也是值得了。对，我觉得有时候就像你说，有时候不仅是那个风景美，其实有一些人有趣的灵魂也是挺独特的。不恐惧的灵魂啊，很放松的这些人，他的那种存在状态是让我们觉得很放松。其实我特别喜欢一部就是我觉得很有灵性的电影，就是赵本山演的那个叫《落叶归根》嘛。然后有个同事也看过，他也说过，他说为什么这部电影会打动我，然后也有的时候就会看，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看，我也看过好几遍。然后我就感觉其实它里面就蕴含了一些真理在里面，就是真相嘛。就是它里面就有很多这种不合理的快乐，无条件的快乐，然后真的是能打动你，就是那种无惧，那种它是让你有灵魂有共振的，就是它就是在表达那种快乐，就是无条件的，就是我本身我这种存在，我这种对吧，我能感知到，就有的时候我觉得风吹过我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那种喜悦哈，那种快乐，那个是我就觉得很感动，就像音乐一样，我觉得就像艺术一样，就是风吹过你的时候，一阵风突然来一阵风，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就是哇，就是那种确实自然当中蕴含着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能量。对，我觉得比我们人类社会要好高很多，就是大自然的能量，大海啊，大草原啊，大森林啊，对吧？高山啊，流水啊，我就觉得大江大湖啊，你在社会当中你会看到明显的等级，明显的权力地位差异，
那些角色感很强的东西，对吧？职场当中这个是什么什么董事股东、主管、经理，就是怪不得会有这么多人接受不了或者忍受不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对呀。如果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完全接受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才是人类的悲哀。那我们就真成机器人了，对不对？我们就没有灵性了，就没有灵魂了。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就包括像中国这种环境，还是也是有高冷的人，虽然就是整体的环境有一定的那种阶级的那种区别意识，对，但是就是什么样的人比较高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比如说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就是他不会有等级的观念，他不会就是去压人一头那种感觉吧。就比如说，哎，我比你大10岁，我就要以比你大10岁的这种身份来跟你去对话，哎，等等等吧，就这些很角色化的东西，他不会就很享受这种差异感，他会很平等，然后很没有架子这种感觉。就是他可能他身处于这些东西当中，但是他不在意这些东西。无论是佛学还是灵性，它其实都是讲平等的。菩萨分为1地到10地，对吧？10地菩萨就是接近于成佛了，然后又分什么这种什么还有什么的好多吧，就是这些佛教的一些所谓的就感觉好像是等级，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是给你定了一个觉悟开悟的一个不同的阶段的一个代号吧。它其实每个人都盼望着你早点成为最高等级的那个，就像说老师教学生一样，都希望你马上就毕业才好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没办法，每个人都得一步步来，一个阶梯的一个阶梯往上去提升吧。但是灵性，但这不又是有等级了吗？不是说应该是没有等级，不是说里面有一种阶级的居高临下。对，他实际上他希望你快速的提升，达到跟他一样的等级，他平等。所以说佛菩萨看待我们，他也是他们尽可能的去想着协助我们去提升，快速的达到他们的这个阶段这个境界。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差距吧，或者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他们不会说因为有这个差距去评判我们吧。就比如说贫富差距这个东西是不是事实？每个人钱包里的钱，每个人银行卡里的钱，它就是不可能是完全一样，对吧？但是贫富差距不代表着人的这个等级的差距，或者说就像之前你有讲的人的尊严的这种差距，这个其实是没有的。贫富这个词本身就是中性的，对吧？就说一个人贫穷也好，或者说一个人富有也好，这个只是一个客观事实，或者说相对的概念。我们每个人跟那个马斯克去比，我们都是贫穷，所以说它其实不代表什么。它不代表首先是人的尊严，再就是人的等级，它只是一个客观现象，就像人有胖有瘦有高有矮是一样，有黑有白是一样的。就是用慈悲心去看人，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种对灵性对自我的感受都有好处的事情。因为你对待他人越慈悲，你对待自己也会相同的会慈悲。对，我就发现在爱尔兰这边就是长大的那些华人第2代的那些孩子，高中大学那种年龄的，他们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的那种阶级的概念，或者说非常非常少的阶级的概念。你要问他哪里人，他说我在爱尔兰长大，父母中国人，所以你说我中国人也可以，而不会像有的国家他很自卑嘛，他偏说他是那个国家的人，这是第2的话呢，
他也不会感觉到什么我们爱尔兰发达国家，你们中国太落后了，中国没有，他觉得中国发展很好，爱尔兰也很好，都是重视，他就完全就是没有那种概念，是有的，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可能我当时决定留下来，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如果是说你一个教育体制，他把那孩子都弄得那种嫌贫爱富的什么的，对，那就没意思了，对吧？对，其实就是因为人的这些分别心，才导致了那些痛苦那些恐惧，实际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个等级的，都是第3密度的这种人类吧。就比如说我说我实际是辽宁省省长，2年市委书记，对，就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代表着我说的话就更有道理吗？哎，不一定。对呀，还是说代表我怎么更善良吗？还是怎么样吗？然后说白了，有的时候拿身份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很愿意去摆明身份啊，用这些收入啊、身份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本质上是想去压别人，或者说想去恐吓别人，实际是有这种东西存在的。就是比如说大家第一次见面啊，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清华本硕连读的，然后我的年薪是500万，然后我的父母是做世界500强，大约有10家，然后怎么我的同学都是常春藤的，然后我那个跟马云天天喝酒，就你讲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证明我这个人说话是很可靠的，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 No.1， 我很牛，就证明你们都得仰望我。然后你们在我面前都是小喽啰，都是蚂蚁而已。否则我讲这么一大串去，对吧？我就把家底儿全亮给你们看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本质上就是为了制造差异和制造分离，实际上就是在制造恐惧。好吧，他说什么我就点头吧，我就是吧，我就奉承他嘛，对不对？说不上哪天他能帮一下我。其实就是一种恐惧，所以你有一些场合，有些人会本能性的不舒服，会比如说一些酒场啊、酒桌啊，或者一些那种很假的那种奉承的那种，对吧？人会本能性的反感，证明这个人还算是个人，还算是个正常人，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在恐惧的操纵下，让人逼不得已去表现出自己的那一面，实际上非常的不利于灵性的成长。我们喜欢的是人和人就像小朋友那样在一起，对不对？是平等的，是自由的。这个你通过那个《小王子》这个小说，你就能感觉到，他对于大人是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批判的。但是我其实非常理解他的这种批判的来源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看不惯大人的那种虚伪和对于数字、金钱的这种盲目的崇拜。我不知道你读没读过《小王子》这个书，他就是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大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想象力了，但是他们对数字会特别的敏感。就比如说你跟他讲一个东西多么的美啊，多么的好啊，或者多么的有创意啊，他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你要跟他讲，你说这个东西价值连城多少钱，其实人变成大人之后，真的很有可能会大概率吧，会变成一个妖魔鬼怪，真的是这样。我在这边，我跟那些老外的那些小孩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喊我名字嘛，所以喊我名字，我都感觉跟他们是平等的，没有觉得自己很老或者比他们高一辈儿。是，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宁愿活在一个平等的一个世界当中。但是呢，大家心中的愿望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能并不会去成为那个世界的一员吧。就是我们总是在做违心的事，说着违心的话吧，就是我们没有力量。对，你上一期都录了音吧？啊，对，都录了。就是因为我最近看动画片，我就感觉真的动画片可能就是我们想象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吧，因为它可能更夸张，然后更没有边界的一种幻想，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
想象力这个东西，首先它是绝对自由的，它是对吧？它不收税，然后也没有成本，你随便想。有很多人就说，那你就跟做梦一样嘛，对不对？就像梦境一样。其实我们心灵的本质就是像这种想象力啊，或者说梦境一样的自由，或者说没有成本。它的本质就是一种绝对自由的东西。你看那个有一个法师讲他去极乐世界游玩一段时间那个，然后回来写了一篇文章的那个人，他就讲到了一些概念。我觉得他那个是真实的，因为很多概念我感觉不是普通人能够想得出来的。他提到了一点，就是在极乐世界学习的这些众生，他除了平时上课呀、听经啊、听佛菩萨主持这些课程之外呢，他们在一些业余课余的时间，他们会进入到自己的想象的这种世界当中。然后因为众生有很多之前的一些习性嘛，有的可能是做生意的，有的可能是干嘛的，对吧？搞文艺的，所以他会看到这些人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那个想象力的世界当中，会去还想体验之前比如说做生意啊、挣钱呐，或者是什么打球的呀、当歌星的、当演员的那些那些场景，然后他们会就是说不舍得那些人生的经历吧，所以想要去重复和再现这个过程，然后通过的就是自身的那个想象力再去体验这些美好。然后他就提到了说，他说这个就是佛菩萨是不反对的，因为他尊重我们每个人的生前的这些前几世的这些习气他知道我们还依赖于那些东西，但是他的意思就是随着修行的加深时间长了之后，慢慢的这些人就会一点一点的就是淡化这些东西，然后可能就因为极乐世界它本身就是一种很自由的一种接近于天堂的这样一个世界吧，它的是非常自由的。然后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的，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很合理的一个东西，就是一切都是免费的，然后不足的，然后你是可以充满想象力的去经历自己幻想的一切吧，然后也不会受到评判或者阻止然后你会被很温柔的、很柔和的对待，然后没有人会强迫你做什么。我就觉得真的那才是一个佛创造的世界吧。就是你说这个地球是佛创造的，那我绝对不相信。就是我再提一点吧，就是包括奇迹课程讲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这个世界并不是神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绝对不是神创造。然后因为这个是符合我的认知的，或者是符合我的价值观的，所以我才接受这个奇迹课程，包括告别娑婆。因为他讲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如果世界是宇宙是神创造的，那么神他不是仁慈的，那么恰恰因为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它并不是神的作品，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神可以去依靠或者说回归的我觉得这个很符合逻辑。因为如果说这个世界是神的造化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神邪神我就觉得这个神应该也是挺疯狂的吧。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世界的不美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谁否认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人，或者说他一定没生过孩子。为什么呀？因为生孩子那个痛苦你也都看到过电视剧吧，对吧？那是人遭的罪吗？你说那是应该遭的罪吗？就是说一个生命应该承受的
痛苦吗？谁能去美化它？对不对？对，你录音了吧？啊，我录了。说了什么高冷？是，我就觉得你说每一个生命的降生都是靠母亲女性的这种撕心裂肺的这种痛苦、这种疼痛换来的吧，对吧？咱都不去谈怀胎十月的这个辛苦、这个痛苦，就是在分娩的那一刻，那种锥心的痛苦，那种肉体疼痛的极限。你能说这个宇宙或者说这个地球是一个仁慈的作品吗？一个创造吗？谁觉得仁慈？那地球它到底是谁造的呀？那造地球的那个，就是造地球的那个人，他跟神又有什么关系呢？地球是谁造的？我确实是不知道，这个你得问Neo。就是我只知道这个地球吧，它是一个不太先进的一个文明，一个阶段，它是第3密度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住所，我只知道这些。就是按太上天书来讲的话，地球是一个沙漠的中心。天哪，那太惨了呢。是的，它是什么叫沙漠的中心？就是沙漠本身就是很贫瘠、很荒芜，对吧？很极端的一个生存环境。那么沙漠的边缘，它是接近于绿洲的，是有水源的，有草的，相对来讲，能凑合点这种，对吧？生活环境。那么沙漠的中心呢，就是真的就是让你绝望啊、痛苦啊。所以我觉得太上天书说地球是沙漠的中心，非常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地球每年可能上百万的人会自杀的原因。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通的。你说地球是天堂，那么就不可能每年有那么多的人去自杀，对吧？如果是天堂的话，如果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应该非常留恋这个地方啊。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想不开呢？其实不是想不开。我特别想为就是所有自杀的人说一句话，我觉得他们不是想不开，他们是想开了。我听说那个自杀，它对于灵性的那个就灵魂的修炼升级是会有极大的折损。有可能因为自杀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只是强行的把这一生的剧本给，就相当于咱俩在打牌，然后我玩着玩着我把牌扔了，我不打了，掀桌子了。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我怎么打都不顺，或者说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期待中的那样，我扔了，我不玩了。但是不好意思，你出不去的，你还是得玩下一局牌。因为这个原因，我之前的内容就是之前那几期我讲过，是因为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潜意识的罪疚，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把它化解掉，它会不停的引导我们回来玩这个牌，来轮回。潜意识里的罪疚是奇迹课程最核心的一个教导吧，或者说他直接的把这个生命提升的障碍已经给它拿出来了，去让我们直面它，然后如果能把它化解掉的话，实际上人生的功课就完成了，人生的意义就达成了。地球这个课程，这个教室的毕业条件甚至都不是地球，是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个课本全部学完了，就相当于就直接就毕业了，不是从地球毕业了，是从宇宙毕业了。当然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太悬了啊，就是哪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天下不妨试一试。就相当于你身患一种某种慢性病，然后四处求医，治了10多年也没治好，这个时候邻居告诉你，哎，我跟你说，其实你就是这样一下就好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不可能。我就觉得
那如果说邻居不要你钱的话，你试一下吧，对不对？万一真的就是全奇迹呢？他自己也说自己是奇迹课程嘛，对吧？万一真的就是一个奇迹一样的东西，反正他也不要你钱。对，你试一下，你又能损失什么呢？对不对？对呀。万一如果说效果很好呢？其实你去上网去查，很多人修奇迹课程，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疗效。比如说就是治好了抑郁症啊，然后更快乐了呀，放下了很多执念。对，就是它会提升你的感受。然后我的感受之前我也分享过，就我以前真的是在学习奇迹课程之前吧，是那种真的是愤怒到就是打游戏会掀桌子那种的那种人，输了的话。但是我就休息了这么几年吧，可能修的不是很精进啊，就是比较懒吧，但是确实是没有断，一直在反复的去熏习啊，然后实践它这个真宽恕这些东西。我现在就是说我说了大家可能不信，但是我觉得我信，就是我相信我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我现在提升了，一个是明显玩游戏输了不会像以前有那么强烈的愤怒了，也会有反应，但是明显感觉到程度弱了很多，我觉得减少了有几倍吧，2-3倍是有的。然后我再分享一点，就是我学习奇迹课程这么多年的话，我觉得我对未来的焦虑减少了一半以上，就是减少，就是我对于明天、对于未来的一些让我烦恼的事情，工作呀一些事情，没有以前那么焦虑。恐惧减少了，很多，我觉得，就是它是肉眼可见的减少。以前的我是，就是很疯狂的一个人，就是真的生起气来、发起火来是非常恐怖的，然后歇斯底里的，然后，其实挺可怕的一个人吧，就是我自己都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人。然后所以我就是学习嘛，修行嘛，然后我就觉得现在的我就是比原来提升了30%吧，整体上，因为我的根基比较差，我的基础可能比一般人要严重一些，就是我的小我的问题啊，愤怒啊，然后一些嗔恨的东西比较强烈，比较恐怖吧，就是生起气来吵架的话，可能真的是想拿刀砍人的那一种。就现在好多了。然后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就是我的偶尔会找回一些小的时候的一些感受，一些孩童的快乐呀，一些单纯的小快乐呀，小满足啊。然后但是不长，说实话时间不长，就可能就很短暂几秒钟，然后偶尔会有一点点那种所谓的那个心流的感觉吧，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会体会到一点点，就是那种那种感觉，就是很奇妙吧，那种感觉就是很美好。然后我觉得就是跟小的时候的感觉很像，只能这么形容吧，因为我觉得我小在什么时候体会到心流的感觉，是什么状态下体会到心流的感觉？就比如说你有的时候看那个天空上的云或者看天空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那一刻就是很真实，然后很清醒，然后你的心的那个位置是有一种力量在，就是在那种升起的，就是那种感觉，就很宽广，然后也很舒服，然后你会觉得确实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很当下的感觉，你是
活在当下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一刻的你是没有办法思考，或者说你不想思考，就感觉你被什么东西给拽住了，然后你和这种力量，然后进行了一种就是像同频共振的那种感觉，就是当然我可能会有点强行想往那个方面去靠啊，就是有点这种倾向性，但是我觉得是体会到了一点吧，就是可能那么1秒2秒的。然后有的时候自己在公园散步啊，在河边呐，会感受到一丝那种所谓上师说的那一丝平安感，那一丝喜悦，就是风吹过你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喜悦平静，然后那种宁静的感觉，就是就那一瞬间你就觉得怎么那么美好，就是觉得活着还挺好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经常体会到这些东西。记得我有一次，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正好是疫情封城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封城的时候，然后我一个人到海边，就是都柏林港口的海边的有一个灯塔那边去散步嘛。因为夏天的时候，它这个纬度高的国家，通常到了8、9点钟才日落，所以那个时候是7、8点的时候还是很亮的嘛。我就走到了那个就是海边靠近沙滩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就是有一艘那个就是像游轮一样的，它是要经过爱尔兰海开到英国去的那种客轮吧，往那边开过，然后开过那一瞬间，就是你可以看到很有层次感，就是远景的话是那种特别美的云彩在海上头的那种，就是橘黄色的那种云朵，然后呢再有一艘特别美的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很大的一艘巨轮，然后近处的话就是美丽的鲜花，然后就是五颜六色的嘛，然后它在那种晚霞的那个光芒之下，我就感受到了，我觉得那我那一段时间正好是抑郁症嘛，然后疫情，后来我就是那么美的画面，就是至少把我抑郁症治好了，治愈了60%、70%了，我就能看到这么美的画面，那个人间也是值得了。对，就是你看到特别美的那种感觉啊，就会觉得很感动，就是那一瞬间你就是像被一种美好给感染到了。对呀，然后我往回走的时候嘛，就是就是发现有一户家庭嘛，他们开车到那边去准备钓鱼，然后我问他，我找他们问路怎么回去，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要走个好几公里，走很远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是超级累的，你还得同样的里程，你还得走回来。好，后来他们给我指路，我就往回走了大概不到1公里的时候，他们那辆车他们开回去了嘛，他们就说把我捎带一声开到市中心去，大概捎带了有个6、7公里吧。然后后来我说，哎，你们钓鱼那个鱼呢？然后他们很尴尬说没有钓上来，他们钓鱼只是钓着玩，钓完之后就放了。对，我觉得有时候就像你说的，有时候不仅是那个风景美，其实有一些人有趣的灵魂也是挺独特的，一种美吧。是，这些不恐惧的灵魂啊，很放松的这些人，他的那种存在状态是让我们觉得很放松。其实我特别喜欢一部就是我觉得很有灵性的电影，就是赵本山演的那个叫《落叶归根》嘛。然后有个同事也看过，他也说过，他说为什么这部电影会打动我，然后也有的时候就会看，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看，我也看过好几遍。然后我就感觉其实它里面就蕴含了一些真理在里面，就是真相嘛，就是它里面就有很多这种不合理的快乐，无条件的快乐，然后真的是能打动你，就是那种无惧，那种不恐惧啊，
它是让你有灵魂有共振的，就是赵本山有一段他坐在那个大卡车上烧着他嘛，因为你刚才说别人烧你嘛，我就想到了这一段，他坐在那个大卡车的后面，然后好像是拉砖的还是拉什么的，反正在我们常人看来可能觉得条件挺恶劣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因为这个车拉他就不用走的很辛苦了，帮了他很大一个忙，然后他就表达出来一种什么呢？他就大喊，他说我是多么的快乐，就是他看到这个天呐，这个地呀，这个人呐，然后他又有人帮助他，然后他把他内心的这种喜悦，这种快乐，他喊出来了，他就说我是多么的快乐，我是多么的快乐，就是整个电影都是在表达这种放松，这种无条件的快乐，这种乐观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打动人了，就是一定是非常有层次思考深度的人才能拍得出这种电影，写得出这种剧本。对，他就是在表达那种快乐，就是无条件的，就是为什么一定是，对吧？怎么样的一种快乐呢？就是我本身我这种存在，我这种，对吧？我能感知到，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风吹过我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那种喜悦哈，那种快乐，那个是，我就觉得很感动，就非常的就像音乐一样，我觉得就像艺术一样，就是风吹过你的时候，一阵风突然来一阵风，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就是，哇，就是那种。对吧？就很打动人，就是包括很多电影也会去拍那种，对吧？风吹的那种场景。对，这大连的风多嘛？大连这边风特别大，那边冬天妖风特别恐怖，风特别大。那冬天海面结冰吗？不怎么结，不太怎么结，几乎不怎么结。就是确实自然当中蕴含着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能量吧，好的能量吧。对，我觉得比我们人类社会要高很多，就是大自然的能量，大海啊，大草原啊，大森林啊，对吧？高山啊，流水啊，我就觉得大江大湖啊，它那里的那种能量，那种自然的能量，比这个城市中心的这种要好很多。所以太傻天书作者也说了，他说我们可以去大自然当中去寻找这些灵性的这种真相啊，或者说感受。然后我之前看过一本书，他讲的也是灵性觉醒嘛，就是新世界灵性的觉醒。他提到了，他说像鸟啊，就是天上的飞鸟啊，然后树木啊，然后花朵呀，他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属于很灵性的东西吧，就是它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一丝的这种喜悦或者说平安吧。挺有意思的，当时看也看不太懂，但我大约理解它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灵性的这种喜悦和平安，我觉得它不是建立在物质的这个金字塔上的。就是它不是说我们珠宝啊、奢华呀这些，对吧？这些东西能够去展现出来的嘛。因为大自然是属于这个服务他人的体系嘛，它是一种比较博大的一种爱嘛，它是比较这种宏大的这种爱的一种展现嘛。所以说我们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会被它的这种东西震撼呢，或者说感染到。而那个东西其实更接近于我们的精神的真相，更接近的。它其实不是欲望层次的东西，因为你在那一刻你没有拥有什么，你没有占有什么，你只是一切都在流经你，一切都在你身上流淌着，一切都在穿透你。那一刻你是你在体验，你是体验，你是感受，你是活在当下的。
而且大自然的阳光啊、空气啊、水啊，都是不需要付费订阅的，对，全部都是完全免费、永久免费。是的，反而其实有时候很自然的东西。对呀、所以说，人类社会的东西其实它是不自然的，它是反这个灵性的一些东西吧，就是它都是有条件的，有比较的，然后甚至我觉得就是疯狂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东西差10块钱、50块钱就不一样了，对吧？就是能把这个3、6、9等分到如此精细的地步，真是让我就感觉到如此的，就是厉害，对吧？就是，哎呀，这太厉害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社会当中，你会看到明显的等级，明显的权力地位差异，那些角色感很强的东西，对吧？职场当中，这个是什么什么董事股东、主管、经理、高层，哎呀，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哎呀，明白，就是怪不得会有这么多人接受不了或者忍受不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对呀。如果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完全接受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才是人类的悲哀。那我们就真成机器人了，对不对？我们就没有灵性了，就没有灵魂了。对，所以还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就包括像中国这种环境，还是也是有高冷的人，虽然就是整体的环境有一定的那种阶级的那种区别意识，对，但是就是什么样的人比较高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比如说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就是他不会有等级的观念，他不会喜欢去就是去压人一头那种感觉吧。就比如说，哎，我比你大10岁，我就要以比你大10岁的这种身份来跟你去对话或者去对吧？去共事处理一些事情，或者说我是你的前辈或者说职场的这种对吧？领导或者我是你的什么老师等等等吧，就这些很角色化的东西，他不会就很享受这种差异感，他会很平等，然后很没有架子这种感觉，就是他可能他身处于这些东西当中，但是他不在意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高能、很灵性的一种表现，因为无论是佛学还是灵性，它其实都是讲平等的。它是完完全全的讲平等，就是它真的不是说刻意的去给你定一个等级或者阶级来让你阻碍你，它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它没办法。比如说菩萨分为1地到10地，对吧？10地菩萨就是接近于成佛了，然后又分什么这种什么还有什么好多吧，就是这些佛教的一些所谓的，就感觉好像是等级，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是给你定了一个觉悟开悟的一个不同的阶段的一个代号吧。它其实每个人都盼望着你早点成为最高等级的那个，就像说老师教学生一样，都希望你马上就毕业才好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没办法，每个人都得一步步来，一个阶梯的一个阶梯往上去提升吧。但是灵性，但这不又是有等级了吗？不是说应该是没有等级，不是说里面有一种
阶级的居高临下。对，他实际上他希望你快速的提升，达到跟他一样的等级，他平等。我打个比方嘛，就像说父母看着孩子成长，其实父母都希望孩子成长的快一些，然后比自己有本事，对吧？超越自己，就是类似于这种感觉。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你毕竟还是属于小孩这个阶段嘛，需要去别人的帮助。所以说佛菩萨看待我们，他也是他们尽可能的去想着协助我们去提升，快速的达到他们的这个阶段这个境界。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差距吧，或者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他们不会说因为有这个差距去评判我们吧。就比如说贫富差距这个东西是不是事实？每个人钱包里的钱，每个人银行卡里的钱，它就是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对吧？但是贫富差距不代表着人的这个等级的差距，或者说就像之前你有讲的人的尊严的这种差距，这个其实是没有的。就贫富差距只是贫与富。首先我觉得贫富这个词本身就是中性的，对吧？就说一个人贫穷也好，或者说一个人富有也好，这个只是一个客观事实，或者说相对的概念。我们每个人跟那个马斯克去比，我们都是贫穷，对不对？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就像多与少是一样的。所以说它其实不代表什么。它不代表，首先是人的尊严，再就是人的等级，包括话语权、审美、这些一切吧。我觉得，就是它只是一个客观现象，就像人有胖有瘦、有高有矮是一样，有黑有白是一样的。实际，在我看来，人和人是完全平等。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慈悲心的人的话，你会觉得没有差距，没有什么阶级呀，或者说好坏呀，这些最好都是少去分别吧。这些东西就是用慈悲心去看人，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种对灵性、对自我的感受都有好处的事情。因为你对待他人越慈悲，你对待自己也会相同的会慈悲。对，我就发现在爱尔兰这边，就是长大的那些华人第二代的那些孩子，就不是说那种很小的，而是说到了高中生、高中大学那种年龄的，他们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的那种阶级的概念，或者说非常非常少的阶级的概念，他不会觉得。你要问他哪里人，他说我在爱尔兰长大，父母中国人，所以你说我中国人也可以，而不会像有的国家他就很自卑嘛，他偏说他是那个国家的人，这是第二的话呢，他也不会感觉到什么我们爱尔兰发达国家，你们中国太落后了，中国没有，他觉得中国发展很好，爱尔兰也很好，都是中生，他就完全就是没有那种概念。是有的，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可能，对，所以我后来我当时决定留下来，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如果是说你一个教育体制，他把那孩子都弄得那种嫌贫爱富的什么的，对，那就没意思了，对吧？对，就是如果说灵性上想有发展的话，想提升的话，就是不能嫌贫爱富，不能有阶级等级这些观念。就比如说看人先看职业，那你会发现我跟任何一个人聊天，我不会去问他是什么职业的，收入多少或者这些东西我完全不感兴趣。就比如说，那我明天跟你说，其实我是市长，那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如果灵性学得好的话，会发现这些东西根本完全不重要，因为它都是角色感的东西。上师就说过，说美国总统会认为自己就是美国总统，
这个对于很多人会觉得，太离经叛道了吧？这个话讲了就是挺拉仇恨的，就感觉这个怎么能不重要呢？哇，美国总统那是一般人吗？那和我们这些普通人呢，那能相提并论吗？对吧？其实就是因为人的这些分别心，才导致了那些痛苦啊，那些恐惧。实际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个等级的，都是第3密度的这种人类吧，实际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有的智商高点，聪明点，清华毕业了，然后当国家领导人了有的笨一点，干了美容美发了，对吧？上那个工厂拧螺丝了，实际真的没有区别。我们对于等级的那种崇拜啊，或者说那种分别心，实际本质上还是一种恐惧。我们在怕点什么，才会有这种观念。就比如说，我说我实际是辽宁省省长，2年市委书记，对，就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代表着我说的话就更有道理吗？不一定。对呀，还是说代表我怎么更善良吗？还是怎么样吗？然后说白了，有的时候拿身份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很愿意去摆明身份啊，用这些收入啊、身份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本质上是想去压别人，或者说想去恐吓别人，实际是有这种东西存在的。就是比如说大家第一次见面啊，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清华本硕连读的，然后我的年薪是500万，然后我的父母是做世界500强，大学有10家，然后怎么我的同学都是常春藤的，然后我那个跟马云天天喝酒，就你讲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证明我这个人说话是很可靠的，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 No.1， 我很牛，就证明你们都得仰望我。然后你们在我面前都是小喽啰，都是蚂蚁而已。否则我讲这么一大串去，对吧？我就把家底儿全亮给你们看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本质上就是为了制造差异和制造分离，实际上就是在制造恐惧。对吧？我们这些小喽啰一看他，我的天哪，我跟他简直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云泥之别。好吧，他说什么我就点头吧，我就是吧，我就奉承他嘛，对不对？说不上哪天他能帮一下我，对吧？其实就是一种恐惧。所以你有一些场合，有些人会本能性的不舒服，会比如说一些酒场啊、酒桌啊，或者一些那种很假的那种奉承的那种，对吧？人会本能性的反感，证明这个人还算是个人，还算是个正常人。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在恐惧的操纵下，让人逼不得已去表现出自己的那一面，对吧？实际上非常的不好，或者说不利于灵性的成长。我们其实如果有的选的话，我们都不会去选择去那样的场合，去奉承别人，去巴结领导，对吧？不去说那些违心的话，我们都可能真的就是说向现实妥协了吧。实际每个人扪心自问，我们喜欢这种东西吗？我们不喜欢。我们喜欢的是人和人就像小朋友那样在一起，对不对？是平等的，是自由的。所以对，一个人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真正的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是灵性的一种倒退化的一种表现。这个你通过那个《小王子》这个小说你就能感觉到，他对于大人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批判的。但是我其实非常理解他的这种批判的来源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看不惯大人的那种虚伪和对于数字金钱的这种盲目的崇拜。我不知道你读没读过《小王子》这个书，他就是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大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想象力了，但是他们对数字会特别的敏感。就比如说你跟他讲一个东西多么的美啊，多么的好啊，或者多么的有创意啊，他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你要跟他讲，你说这个东西价值连城多少钱他马上就会
很崇拜，或者说很那种，对吧？很认可。所以其实人已经就是非常迷失了吧。当然这个迷失其实是阶段性，不代表说社会永远都会在这种观念下去运作，这个只是说工业化呀，这个科技化的一个初期阶段。其实再往后发展的话，会越来越就是说更高级一些，我觉得。小王子我以前读过，然后是讲一个飞行员，然后他不小心迷失了，然后最后还要飞到一个什么外星球上去，在那个星球上遇到了小王子。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影射这些地球上的大人们的那些形象嘛，各式各样的人。其实人变成大人之后，真的很有可能会大概率吧，会变成一个妖魔鬼怪，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记得我在这边，我跟那些老外的那些小孩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喊我名字嘛，所以喊我名字，我都感觉跟他们是平等的，没有觉得自己很老或者比他们高一辈儿，是就有事儿就说事儿，是。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宁愿活在一个平等的一个世界当中，但是呢，大家心中的愿望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能并不会去成为那个世界的一员吧。就是我们总是在做违心的事，说着违心的话吧，就是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去做自己，或者说做自己想成为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就在这种力量的这种对抗当中，自己和社会要求你应该的样子当中，最后就是掀桌子了嘛。就我不博弈了，我也不对抗了，我选择结束，其实是能够理解的。尤其是上学阶段的孩子，因为上学这种教育的方式吧，本身就是它是不符合人性的，所以有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那个《死亡竞走》一样，我那个电影嘛，它其实这个电影我看到最后我是就相当于很感动嘛，看哭了嘛。为什么呢？因为我明白作者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个病态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机制吧，就是尽显这种不仁慈的东西吧，就是在同一个标准下，然后让每个人，对吧？最后只能有一个强者胜出，然后其他的人就是对不对？跟不上的人也好，或者怎么样的，他不允许你有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社会的一种力量的体现，就是最后本质就是动物性嘛，弱肉强食。然后他们还崇拜这种力量，崇拜这种精神。那个《死亡竞走》大概讲的是个啥故事啊？是哪个国家拍的？好像是我看到是今年最新的一部电影。就是讲他们这个国家应该是美国吧，就是讲这个国家有一个每年一次的这种惯例吧，然后应该是自愿报名，然后他们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这样一直步行，比如说50个人，然后一直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能够停下来，然后一直走到剩最后一个人为止，然后所有中途的淘汰的人都要被枪杀掉，最后50个人只能活1个人，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最后这个人胜出者会得到就是实现愿望啊、金钱啊这些东西，然后各怀自己的理由的人来参加嘛，然后肯定就是很惨烈嘛，对吧？有的是就是崴脚了的呀，抽筋了的呀，跟不上了的呀，
然后而且你想想，他是不分昼夜的在走，是不可以停下来休息的。那如果走慢的话，没关系吧？我可以慢慢走慢了也会被枪杀掉，因为他们有一个车在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跟着你们，所有掉队的都会被杀掉。我操！啊，睡觉也不可以，你就是一直走，走到最后剩1个人为止，就这样一个游戏规则。这是所谓的强者胜出嘛？那你这个社会其实现在也是这样运作的，就是强者最后能胜出，能获得一切。那么弱者的话，就是对吧？可能你连生存的这种资格都没有吧？是，虽然社会还没有可怕到这个程度啊，他其实作者就是在表达这种东西。哇，那最后你说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他们俩最后剩下了，然后有个哥们儿他想把那个司令给杀掉，就黑人他想把司令给杀掉，然后白人劝他不要杀掉。不对，是白人想杀掉司令，因为那个他是他的杀父仇人啊。那个司令杀了白人的父亲，然后最后白人本来应该是胜出的，然后他想成全那个黑人，然后怎么样？他俩互相成全嘛，最后黑人胜出了，然后黑人胜出了之后，他本来是挺仁慈的一个人，然后他最后觉得他的好朋友被杀掉了，他这里面表达了很多灵性的东西，就比如说人生的意义啊，然后活在当下这些东西，然后最后黑人就是觉得他这个愤怒难以这种平复吧，然后他还是替他那个好朋友完成了他的心愿，杀掉了那个暴君，是这样，他等于也是毁掉了自己这个胜出的这个奖励嘛，这个奖励，对啊，就是讲人性的，其实也是就是一个高概念的电影嘛，就是设定这样一个游戏规则，就跟那个饥饿站台差不多吧，就是也是影射社会嘛，上层的人吃剩下的完再给下层的人嘛，就是人性的这个恶，它有10000种表达方式。对，所以就是三体那一部剧或者那本书吧，他讲的也是类似的，就是女主角叶文洁，她在文革的时候，因为那开篇就是文革嘛，就是看透了各种背叛啊，然后父亲被红卫兵打死，然后自己又被流放，好，然后后来她，喂，能听到你说。对，我这一次我只简短的聊一下，相当于为后来做一个小小的铺垫。后来他就有一个机缘巧合，因为他是那个清华天体物理系的高材生嘛，因为虽然他政治上很有错误，但是呢，因为就是他父亲以前的一个研究生嘛，就是成了有一个空军基地的总工程师，然后想去救他，最后就告诉他说，你现在有2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因为他犯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嘛，就是第一个选项，如果你留在外头的话，那你不知道你至少会被判10年，因为他当时是文革的时候说错话了，而且放出来之后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会不会被迫害啊，被打死啊，你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选择进去的话呢，那你马上你就是科学家。可是呢，就是他那基地有重兵把守嘛，而且他是极高等级绝密的基地。好，进去的话，那你可能这一辈子你就出不来了。后来他毫不犹豫，因为他对外头很失望嘛，管你是10年还是20年什么的，毫不犹豫他决定进去。后来进去之后就发现那个基地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当时的那个中央领导毛主席，大概60、70年代已经是知道了。就是美国和苏联就是开始有各种项目去寻找外星人嘛，用什么射电望远镜，或者是说用雷达来开始捕捉外星人的信号，来尝试与更高等的文明进行联系。因为当时苏联和美国都是我们中国最大的2个敌人吧，所以然后我们这边就担心，那万一要是让敌国优先取得了跟外星人的通信权利，那他要说我们坏话，然后他们掌握了外星人先进的武器，然后最后来打我们怎么办？所以不行，我们必须得先加外星人好友，先来跟那个外星人取得这个通讯权。结果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嘛，叶文洁他反正就是通过了各种
各样的那些就是通信工程的一些手段吧，他就是捕捉到了有一个外星人的信号，然后尝试去跟他那个回复嘛，结果呢，没想到外星人那边发来消息很奇怪，让他不要回答，甚至还告诉他说，只要你不回答，在你的这个方向有数千亿颗恒星啊，我们永远都找不到你。但是，一旦你回答，通过你的这个回答的这个时间吧，啊，我们就可以那个很快速的锁定你们星球的位置，然后就会过来侵略你们。但是因为女主角她已经对这个就是相当于她认为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粪坑嘛，她就外星人就算来侵略。那也比粪坑要强，反而有可能是来拯救我们的哟，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嘛，他就背着他的领导，就是直接把地球的坐标告诉他们，赶紧来解放我们吧，然后后来反过头来在就是三体那边的话，他一收到消息之后，就是马上就是开始组建一个舰队嘛，大概有就是好几千艘的那种星际战船，他们的科技是比地球领先1万多年。只是科技领先1万多年，灵性不一定啊。好，然后就那个飞船的速度可以达到地球的1%。哎，喂，光速的1%啊，对，还有时间的，还有7分钟。对，我怕到时候又像上次一样都已经结束了，我还在那里说着。对，好，然后但是呢，它那个星座的那个位置离地球大概有4.5光年吧。那它光速的1%的话，那就是400年之后它会到达地球。所以就是相当于在上世纪，在三体的这个故事线当中，上世纪70年代嘛，叶文洁他就把那个外星人给放进来了嘛，就是他的那个初衷是认为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粪坑，然后呢，外星人你科技比我们地球要先进1万多年，好，那你他这个动机我觉得特别成立，因为你看他之前人生的那些经历，他遇到的这些人性的丑陋，所以说他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说他自己想象的。这是他的实际的经历，经验之谈，有这种观念啊。对，那你后来看了吗？我后面也知道，咱俩可以慢慢去探讨。就从前面这个动机，我觉得首先说为什么《三体》它是成功的啊？我觉得一个文学作品吧，影视作品，一个故事，首先它的矛盾得是合理的。就是你看一开始讲文革，这个叶文洁他的人生经历，才会导致他这样去仇恨人类的整个的文明也好。所以如果说这个开头是不成立的，后面一切都是空谈，对吧？都是不合逻辑的。所以我觉得他用文革的这个引入点，是因为文革非常体现了人类的疯狂嘛，对吧？人类心智里面的那个疯狂，那个恶。所以叶文洁在这个时期做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合理。如果他直接生下来就是一个反人类的人，我觉得才不合理。对。所以说他在这个矛盾的设定上，我觉得这个前提是非常成功的。对，而且因为《三体》这部小说2005年的时候在那个叫《科幻世界》的杂志上面转载嘛，然后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他对文革的那种概念还是很记忆犹新的。然后尤其那一代的那个企业家，后来他写那个第2部、第3部的时候，正好也是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时候嘛，各种互联网的大厂互相之间怎么样来垄断，怎么样互相攻伐，所以他们就很有代入感，很相信那种宏大的叙事。但是近几年呢，人们对《三体》之所以不太感冒了，就是因为慢慢的就是不太相信那种就是举国体制、宏大叙事，更想是回归那个人性上头来。对，所以像叶文洁一开始他做的并没有错，但是后来呢，就是后来不是又讲了那个文革结束，那个时候他就是因为就是清华在西北有一个什么相当于想建一个天文台吧，有一个什么项目，然后他就被派到了那个大概是陕西甘肃那边，陕北甘肃那边去。好，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当地的村民吧，就是说当地有一个老外叫白求恩，因为当时中国人一看到大胡子老外都觉得是白求恩，对他有点那个神智有点不正常，有点疯狂。好，后来叶文洁因为他会说英语嘛，他就跟那个老外交谈起来了。
然后那老外就说他之所以来这里，他是想保护一种要濒临灭绝的一种鸟，然后那种鸟必须得长在就是有一种的那种树木上面吧，但是呢，当地的村民因为反正那几年中国都折腾嘛，然后都已经穷怕了，就疯狂的去砍树，想砍了拿去卖钱嘛。但他为了保护那种鸟，他就开始去种树嘛。他就是一个人在那个西北的那个戈壁上头，就是以一己之力来义务的去植树造林嘛。可是呢，就是他明明前脚刚刚种了树，对吧？他想拯救一些鸟类，然后那树苗刚刚长得还没多大，就被村民拿去砍了卖了。后来他就告诉叶文洁，他说其实我是那个伊隆马斯克的儿子，就是反正就相当于一个富豪的儿子吧。对，然后那个就是我反正虽然我有几个兄弟姐妹，但是我老爸觉得我性格跟他很像，然后他把大部分遗产都决定留给我，所以实际上如果我真的想干的话，我直接花点钱把这些村民都给打发了，让他们衣食无忧，我是能够干的。能够干得成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就是彻底的，就是对这个就是人性的这种恶嘛，就是这种穷山恶水的这种，被他们彻底的那个伤害到了，所以我想去他就是说他想整点事儿，好，后来叶文洁就感觉就在那种地方嘛，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能够跟他那么那个谈心，对，然后他就把之前的那个秘密嘛，怎么发现外星人，那些事儿告诉他了。因为当时就是他给外星人发了一条消息嘛，那个消息大概是有4光年的那个距离，所以那回复的话，那得等到80年代去了。对，好，后来他一听，哇，那就是结果两人就一拍即合，就决定地球已经没救了，然后他们得秘密的去跟外星人取得联系嘛。这个后面的剧情你都看了吧？那个后来我都看了，对，我那个第1季的那个内容。就是那2个电视剧我也都看了，之前的故事梗概我也都看过。对，就我本来是想从第3部开始讲的，但是因为第3部第3部它的时间实际上就是2015年、2025年的那个时间线。对，但是有一些细节我得重新的梳理整理一下。对，好，他那个后来就是讲嘛，地球的那个人类嘛，最后他们就建了红岸基地，然后地球人类就被天然的分成了3派，就是一个是拯救派的话，他还是就是对那个外星文明抱有好的期待嘛，认为他们就是救世主，他们是来解放我们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降临派的话就是觉得我管你解不解放，反正地球人已经没救了，我深深的恨地球人，我就是你们赶紧过来把我们都给摧毁掉吧，包括我自己。然后第3派是幸存派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那个就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吧。他就觉得反正不管是你们是来摧毁的还是你们是来拯救的，反正来了之后你们肯定都是皇军了，对吧？那我给你们当带路党，那最后我们子孙不就世享荣华富贵吗？这就是那个幸存派。好，后来外星人还没来，这几派就互相之间就开始打起来了，他们都尊奉叶文洁为教主吧。认为叶文洁是精神领袖，但是叶文洁他比较聪明，他不怎么表态。其实3体的话也有说法说，又得到点，那我们下次对。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